我拼死救了你，你还不肯信我吗？这里现在只有我们2个人，二小姐，你若想让我信你，就该说些实话。我被沈醉天捉走，一直以来都在想办法对付他。我不可能去伤害尉迟山庄，也没有想过要伤害大家。无论如何，谢谢你救我。那你还认为我是个坏人吗？你还信我吗？如果你想做一个好人，不会在意我信不信你。好人就是好人。叶少，我知道，无论我在做什么，你都不会信我了。但是我不后悔。若是再让我做一次选择，我还是会做同样的事情，因为这样在你心中会有一定的分量。现在这里只剩下你和我了，你一定不会丢下我的。叶少，少司哥哥，我们在这密道里是不是已经走很久了呀？我也不知道。哎，蓉姐姐和小风呢？我们在这里。这里又黑又冷的，如果一直找不到出口的话怎么办啊？那边有风，往那个方向走。好。哎，有光！快跟上！小风，这到底是什么地方啊？身乃苦本，我为罪孽。刹那生灭，涅槃寂静。诸行无常，诸法无我。寂静若无，永离取欲。你到底是什么人？老板，金步瑶将我们送至此处，想必老板是自己人，该怎么走，还请老板给条生路。我想要你们一生中最贵重的东西。大侠们把这些东西看得比命还重，不肯撒手，但最后还是落到了我这儿。想不想用贵重的物品买一条命？你们自己看着办。你这人怎么死人活人都不放过啊？这是我娘亲手给我做的长命平安锁，我拿它来换命，她应该不会怪我。笨蛋，你娘给你长命锁，自然是希望你长命百岁啊。好，收了。这发簪是我最重视之人赠予我的，我一直随身携带。看来这确实是件宝贝，但是收者有意，可送者未必有心呢。放下吧。尉迟山庄少庄主的佩剑，算是紧要之物吧？当然算。
才晕倒。你不诚实，尉迟山庄第一刀客的刀还不重要吗？那是对别人，对他未必。人都已经穷途末路了，还抓着不放，看来的确是件比性命还重要的宝贝。不必再说了，既然你不是他，你我之间再无瓜葛。你到了魔岩山耗子镇庄，山高水长，江湖不见。不过是个破哨子吧？原来是件古哨，怎么是心上人送的？给我们找辆马车。最重要的东西不在你身上，你已经失去了。把东西都拿回去吧，我这就去给你们找车马。你们的路费已经有人付过了。多谢。燕少给你的药，他人呢？为什么不亲自拿给我？你别得寸进尺。为了一条苦肉计搭上自己的性命，何苦？我就是死在这无情楼，这世上也无人怜惜我。这无情楼已经死去太多人，不能再多你一个。你还有家人。家人？他荣叔狂才是尉迟山庄的大小姐，我又算什么？只要是在我的世界中出现荣叔狂这个名字，我就是会被放弃的那一个。你为何如此恨他？从小到大，我都希望能够成为荣叔狂那样的人，可以快意江湖。但是我没有办法，我只能眼睁睁地看着他抢走原本属于我的一切。从第一次相见，你就一直怀疑是我在算计他，对吗？是。燕少，我为了你连自己的性命都可以不顾，你对我也没有一丝丝的情谊吗？好，我明白了。这么恨我，为什么不让我去死？死是这世上最容易的事，活着才更难。即便是到现在，你都觉得是我在勾结鬼谷盟，背叛尉迟山庄，对吗？我相信你是在利用神醉天和鬼谷盟斗败五大派，再拿到宝藏，使尉迟山庄称霸武林。在父亲和大哥的眼中，我一直都是个没用的病人，所以我要做给他们看，我在江湖上也可以有一番作为。可不管做什么，都不该视人命如草芥。李万子，你要悔改。你教我如何悔改？可这个呢？不过你要失望了，荣叔狂的红莲之心已解。哎，叶少，我替你准备冰水吧。不要了，血脉汇集，红莲花开，冰水也没有了。
这个鬼面就这么轻易的答应帮我们准备车马了？也不知道燕少跟婉慈现在怎么样了。婉慈是为燕少受的伤，燕少肯定不会置之不理。他那个人总会有很多办法的，会照顾好婉慈的。荣姐姐，你若是心里不好受，就说出来，千万别憋着呀。已经放下了。鹰骨哨是燕少送的，你连财云刀都舍得，却舍不得那个哨子，还敢说自己放下了？现在放下如何？不放下又如何？若是当时我死在大漠，他不来救我，也便不会有今日的悲伤。燕少为了救你，其实付出了很多。你说什么？我只是不愿意你活在痛苦里。无论如何，今后大哥都会照顾好你们。古龙说过，生命有2种目的，一种是燃烧，一种是看别人燃烧。你愿做哪种？我燃烧，你便不必燃烧了。谁也不能保护谁一生一世，我会自己保护好自己的。各位，山高水长，一路珍重。走吧。上车。江如海呢？哼，每一次头一个跑的就是他，难怪花七说。总有一日，仇恨我会报。我们沈家的东西，我也一定会夺回来。停！你大姐觉得你在外面待太久了，惹是生非，让我接你回家。江如海，无情楼让你侥幸逃脱，现在又来祸害唐门了吗？唐门大小姐只不过是听了我的建议，审时度势罢。这个荣大小姐也要带回唐门。上！住手！唐掌门也要助纣为虐，背弃6大派吗？我做什么自有我的道理。阿姐，你犯什么糊涂呢？闭嘴！江如海是非不分，残害无辜，你还要如此执迷不悟的相信他吗？胡说！禅意，我做的一切都是为了你，信我。江如海是对是错，都是我唐禅一的男人。今日你若是敢动他，我让你们所有人陪葬。13，再不跟我回去，你便不再是我唐门众人。阿姐，
你现在被蒙蔽了双眼，善恶都不分了。唐掌门，我奉劝你一句，这个男人只要腿还在自己身上一天，就会到处惹是生非，除非断了腿锁在家里，否则永远都不会对你死心塌地。我们走。慢点，行了，没事啊。我去抱，一点都不疼。多谢。来，早点歇。原本不会发作这么快，但是你用了我鬼门回魂针，血脉快速运行，会时日无多，我知道。我为你封了几处穴位，不可再强行用力，如此还能撑些日子。多谢。前辈之后有什么打算？现在金不摇一死，这儿总该留个人照顾需要照顾的人。我要留在这儿，跟他们一起自生自灭罢了。尉迟慎重的人已经在来的路上了。我是来向前辈辞行的。保重，保重。我要你好好活下去。我知道了。前辈珍重。燕少，燕少，灵儿小姐，燕少，燕少，你不能走！燕少，灵儿小姐，灵儿小姐，灵儿小姐，他答应过我不会再丢下我的，他不能走。灵儿小姐，江湖男人说的话和这大漠的风沙一样，说走就走，说去就去，算不得数的。人走了，就像风吹过，什么痕迹都不会留下。你还有伤，要好好休养。你这么可就不要命了！你再这么下去，怕是不能活着回到莫邪山了。要在他们之前赶回莫邪山。这。总有一天，我会让你意识到，与我作对是多么可怕的一件事。老伙计，当年为图自保，将你挂于树上，入了这无情楼。如今无情楼已冰消云散，你呀，也是时候跟我一块儿走了。是。鬼前辈这哭丧棒多年不用，怕是都已经生锈了吧？就算生锈，杀你一个弱女子也不在话下。杀了我又如何？江湖上的人都跃跃欲试，想用鬼前辈的人头换酒喝呢。如今我缺人手，鬼前辈又无处可归，与其互相残杀，倒不如各取所需。你用什么做交易？
抚仙宝藏。你身子还没好，就着急起来干什么？禅意，这口气我消不了。可眼下尉迟山庄已经和天罡结盟了，我收到了莫邪山庄的来帖，邀请6大派掌门齐聚莫邪山庄，共同商议结盟事宜。此番定要选出一位武林盟主，共同围剿鬼谷盟。盟主？反正这次结盟我是不打算参加了，你先好好养伤。禅意，这盟主为何不能你来当？这宝藏的钥匙又为何不能你来掌管？何况鬼谷盟的……住嘴！禅意，你如海，禅意，你听我说，不是让你和鬼谷盟为伍，是我们假借鬼谷盟和宝藏，让6大派离心。到时候我们再拉拢我们可以结盟的门派。只要相信我，我一定能让你当上盟主。过些日子咱们莫邪相见。诸位少侠一路辛苦了。荣姑娘，我是否在哪里见过你？飞絮赴天涯，大小姐此前抽的那支签，在下倒是还记得。花间笑得天机可泄。正是。在下叶归舟，在天罡负责处理日常事务。你们天罡的人还真是无处不在，想不到那儿的算命先生也是天罡的人。楚掌门呢？其实这几年我家掌门身子骨一直不大好，待他身子养好一些了，自然会亲自前来款待各位的。是个病秧子。蓉姐姐，要不还是别嫁过去了，万一嫁过去……都到这儿了，不能无功而返。啊，客房早已备好，不如各位少侠随我来吧，请。好，诸位请。诸位请看，就是这里。荣姑娘，掌门有交代，这间上房便是荣姑娘的居所。其余的这几间呢，诸位少侠可自便。叶先生，劳烦你转告楚掌门，他身体不适，我很担心。论理，我这个未过门的妻子，也该前去探望。是，荣姑娘所说句句在理，我定会禀告掌门的。荣姑娘，请来，这边请。他的房间要宽敞，要明亮，火烛要比寻常多一些，瓜果和点心蜜饯要备好，瓜果要酸甜爽脆，点心要软糯清甜，备一个泡澡的木桶，床榻也要舒服，被子多加。外面看起来冰冷神秘，硬件设施拉垮，里面的软件配套还真是不错。婢女文竹见过荣姑娘，叶先生吩咐我来伺候你。我不需要人伺候。荣姑娘很快将与掌门成婚，就是我们莫邪山的当家的。我自己可以照顾我自己，不必麻烦你。荣姑娘，我出生于莫邪山，长于此，
爹娘也是莫邪山庄的人，身世清白，来历简单，容姑娘可以放心。看来我心里想什么，你都知道。容姑娘可以安心，我既不会有所隐瞒，也不会加害于你。叶先生是可靠之人，他既然安排我到容姑娘身边，定有他的道理。行，那你就留下吧。山庄阴冷寒湿，容姑娘身体里又有寒气留存，喝杯热酒好安歇。谢谢。啊，对了，凤鸣回来了吗？我有事找他。天罡的事我一概不知，容姑娘早些休息。这个掌门这么神秘，我倒要去瞧瞧。容姑娘要出去啊？怎么？我不能四处走动吗？容姑娘是客人，自然可以四处走动。那就好。干什么？夜里路黑，怕容姑娘迷了路。我就在这附近走走，不会迷路的。你们知道我是谁吧？我说的话不管用。眼下还好，等各门派的人到了山上，鱼龙混杂，各处要加强戒备。我这就安排。走吧，先去见掌门。飞舞姑娘请。门主，我们来了。进。你怎么在这儿？我还要问你呢，你怎么在这儿？燕少呢？不知道。哎呀，容姑娘，这天色已晚，你怎么还到处走动啊？你不是一直跟他在一起吗？你们什么时候离开的无情楼？怎么这么快就到天罡了？他人呢？天罡的事儿与你无关。我只是想知道他怎么样了。燕少说过，你们二人已再无瓜葛，既然已到了莫邪山，你也别难为我了，就安心成婚，做掌门夫人吧。哎，对。行，那我作为掌门夫人，我总该有资格见掌门吧？掌门在养病，不便见人。哎呀，是啊，容姑娘，不如我先送你回别院去吧。啊，掌门，你未过门的夫人，你未过门的夫人都上门，你都不出来见一面吗？避而不见，这就是你们天罡对未婚妻的礼仪吗？不请自来，好像也不太规矩，请容姑娘止步。不是你点名要娶我的吗？现在又避而不见。按照婚俗，大婚在即，夫妻不能见面。楚掌门，我看咱俩也不必说这些规矩不规矩的了，你我都心知肚明。我们嘛，本来也不是什么情投意合的定情男女，你娶我是为了钥匙，我嫁你亦是同样的目的。既然就是个门派联姻，又何必入戏太深呢？怎么，要反悔吗？当然不会。我荣叔狂一诺千金，尉迟山庄也同样言出必行。只是这盲婚哑嫁，并非我意。江湖儿女最是爽快，没有那些啰嗦的规矩。楚掌门可否出来，让我一睹真容啊？楚掌门是不便走出来，那既然你不便，我去见你好了。龙苏狂，你到了我莫邪山，就要守我这的规矩。大婚在即，你最好安分守己一些。你想让我安分守己？那你先告诉我，燕少在哪？容姑娘冰雪聪明，这件事恐怕瞒不了太久的。我知道。
可我现在这个样子，又如何能见呢？燕少到底在哪？今天说不清楚，我就不走了。荣姑娘如此关心燕少，是为何？他舍命救过我数次，我关心一下他，不应该吗？他护送你到莫邪山是他的使命，也是我吩咐他办的事。等见到了燕少，我会转告荣姑娘的关心。至于眼下，他已在办天罡其他事了。他不在五青楼，那婉辞呢？你是说林家二小姐？燕少送信来说，他并无大碍，现在还在五青楼养伤，已经通知尉迟山庄了。不对，眼前这个人为何让我觉得如此熟悉？虽然声音不同，语气也不同，可就是那种感觉，很像燕少，一定有哪里不对。楚掌门，你我是否在哪里见过？我已许久未离开过莫邪山，荣姑娘为何如此问？许是我想多了吧。天色已晚，还请荣姑娘早点回去歇息吧。荣姑娘，请随我来。走吧。请。荣姐姐，刚去敲你门，你不在，你去哪儿了？我去见楚天瑶了。他对你怎么样？是何模样？别提了，隔着个屏风什么也看不清楚。天罡掌门竟然如此无礼，实在过分。对了，楚天瑶说他收到了燕少的信，婉辞已无大碍了。那燕少人呢？他始终不肯告诉我燕少去了哪里。哎，你们说这个楚天瑶到底多大年纪？他父亲是我义父的师兄，按理说他也不会太老，但是刚才我听他的声音，虚弱无力，跟个老头似的。这个楚天瑶实在是神秘莫测，好像江湖上的人都不知道他真容。都不知道。我得回去好好想想。燕少，我已将柳安送回龙月村安葬。半路知道君山派的消息，江湖上再无君山派。上官头，君山派还有你。君山派有我。等江湖各派集结莫邪，我们再共同商议如何围剿鬼谷盟，为君山派报仇。他们向来貌合神离，怎么会为君山派出头？唇亡齿寒，他们不会坐视不管的。燕少，你怎么了？为什么会如此虚弱？我没事，很快会好的。他便是天罡掌门。燕少就是掌门，掌门就是燕少。参见掌门。那荣姑娘，她知道吗？她到莫邪山了吗？记住，这件事万万不能让荣姑娘知道，切记。盟主，江如海派人带来消息，他在唐门没能拦住榕树狂，人现在已经到了莫邪山庄了。燕少自从离开五青楼之后，
没人知道他去了哪儿。我带了灵儿小姐的信来。他还没有死，盟主被燕少所伤，他还是脱不了干系的。别再被我找到。灵儿小姐说，无论她做了什么，她与沈盟主的目标都是一致的。绿袍，你来的正好。我问你啊，你从小在莫邪山长大，你肯定见过楚天瑶的面容，对不对？他是不是年过花甲，牙都快掉光的老头啊？荣姑娘，掌门正值壮年，并没有年过花甲。至于面容，每个人的喜好不同，我只觉得掌门面貌英挺，在男子中算不凡了。你这好像说了又好像没说。更何况男婚女嫁，难道只在乎面容和年纪吗？荣姑娘不是这样的人。哎，这两样当然很重要了。哎，我不是问你这个的，你都给我说糊涂了。我是问燕少，你认识吧？燕少怎么了？我怀疑燕少就是楚天瑶。荣姑娘是在开玩笑吗？楚掌门是楚掌门，燕少是燕少。虽然燕少也算得上是英俊倜傥的男子，但是楚掌门气度不凡，更胜一筹。你说的跟我见的是同一个人吗？你来，哎，来，给我打扮一下，就像寻常大家小姐。大哥，你今日这一身，怎么了？很好看啊，那就好。哎，好了，可以走了。你平时都是江湖打扮，很少这样。这不是嫁到了莫邪山吗？以后也不用行走江湖了，自然可以换一种打扮了。这个送给你。这是……哦，璎珞也有一个，他说你会喜欢，我便买下来给你。谢谢大哥。好看吗？那我去找楚天瑶了。你怎么穿成这样到这里？燕少，你的身形很像燕少。不止你一个人这么说，只是像而已。在荣姑娘心中，燕少很重要。这支簪花很特别，像是落雪，林少慈送我的。你介意此事吗？为何要介意？我曾经制造过一场落雪，给一个人看。我头上的簪花很像那日的落雪。一定很美，那个人很幸运。
楚掌门，你到底是谁？彩虹不错，既然来了，就一起看看吧。就当我把莫邪山的风景分享给你。楚掌门为何要戴着面具？疤痕丑陋，病容残损，还是不要吓到姑娘了。无妨，你我既要成为夫妻，就该坦诚相对。容姑娘太心急了。摘下面具之前，我有一个条件。你说。如果摘下面具，我便不再会回答你关于燕少的任何问题。想好了？他在哪儿？这么关心他？我问你，燕少，他到底在哪儿？还真是执着。燕少，他到底在哪儿？看来容姑娘不是心甘情愿的想嫁给我。我也不觉得楚掌门是心甘情愿的娶我。我对容姑娘是真心实意，若容姑娘对我三心二意，我可以等，等到你放下心中的人，甘愿做我的掌门夫人。你还没回答我的问题呢。我只说你摘了，我便不会回答，并没说不摘如何。这大骗子，老狐狸，身高1.9米，燕少还挺白的。楚天瑶从颈部、手部来看，好像也不黑。楚天瑶是冷傲少言，燕少是话少内敛。但是声音，一个高亢，一个虚弱无力，扣分。身形都还挺匀称。不会吧？哎呀，以我这人生狗血程度来看，这种事儿还真有可能。如果燕少真的是楚天瑶行走江湖的身份的话，那这么久了，他为什么不告诉我？而且我都到了莫邪山庄，我也答应他成婚了，他为什么还要对我有所隐瞒？很不合理。难道是我想错了？容姑娘一早就在厨房站着，到现在都没出来，咱们的人午饭都没做成。她在厨房做什么？不行不行，我的饼！别进去了，你出来啊！他人呢？在里面。怎么回事？哎呀，我的饼！容姐姐，你总算没事了。刚才真的好险。燕少呢？我没有看到燕少啊。是凤鸣送你回来的，他把你救出来的。凤鸣，唐姑娘，你吩咐我煎的药好了。容姐姐，快点，你吸入的烟对你身体不好，快喝点药。又要喝药？多谢。掌门听说容姑娘你手受伤了，还特地差我带了这瓶药给你。这个楚掌门对你倒是挺上心的嘛。他要是上心，干嘛不亲自送来？掌门说了，稍晚一点他会亲自来探望你。不必，他既然不来，我自己去便是。我做的肉夹馍呢？父亲，婉慈，父亲，父亲，婉慈，你为什么不说一声就偷偷跑出来？是女儿不好，让父亲担心了。婉慈，有我在，
你不会有事的。也不知道姐姐他们有没有平安到达莫耶山。风堂主和海堂主会护送你回山庄。我要赶去莫耶山，与各大门派共商如何对抗鬼谷盟之事。我离家出来，一路受了这么多苦，就是想去参加姐姐的大婚之礼。父亲，您带着我一起去莫耶山吧。可是，女儿不想再离开父亲身边了。父亲。好，你跟我一起去莫耶山。你打算瞒着荣姑娘到什么时候？能拖一日就是一日。面具能挡住脸，身形可以晃成相似，声音也可以伪装。可是一个满心牵挂你的人，看你一眼便知道你是谁，你骗不过去的。那就再想办法骗过他。她成为天罡掌门夫人，才能真正让人忌惮，不敢再打她的主意。还有宝藏钥匙，要给江湖各派一个交代，此时才能真正了结。你这份打算，是不是已经算好自己时日无多了？只看过眼前人眼前事，以后的事不必多思多想。楚掌门在吗？荣姑娘，荣姑娘刚经历一场虚惊，应该休息几日才是。见楚掌门才是火急火燎的大事。对了，听说是你救了我，谢谢你啊。哦，荣姑娘不用客气，请吧。荣姑娘，不好意思，留步。楚掌门，我亲手做了份吃食，想和你共享。你差点点了整个厨房，就为了做这些？你看在我险些火中丧生的份上，也该尝一尝吧。你我二人尚未成为夫妻，最好恪守礼节，这也是我莫耶山的规矩。行，我就是来跟你说一个肉驾驭魔钟的故事。我这人最讨厌听故事，但是有些故事你听了或许荣姑娘就没那么讨厌了。说我有一个朋友啊，他有一天一觉醒来呢，发现自己在一个完全陌生的地方，还被吊在那空中3天3夜奄奄一息，还有3个号称是他仇家的人前来要索他的命。在这千钧一发的时刻，有位红衣少侠及时赶到。后来呢，他们就在一个叫仙人泉的地方开创了这种既美味又方便大漠商队的美食。故事讲完了吗？还没呢，后边可精彩了。是不是我把这个吃了，你就可以走了？好。老狐狸，我就知道是你。好。怎么？难道要我过去喂你吗？这一路上难保不会遇到什么小魔贼，咱们还得小心。众兄言之有理，好了。从小到大，你都很少出山庄，这一次却让你遇到这么多波折，是父亲没有照顾好你啊。可是从小到大，我最盼望的就是能像哥哥姐姐那样，来去如风，
自由自在呀。若不是你身子娇弱，若不是我身子娇弱，父亲也会教我习武，教我刀剑，让我驰骋江湖，做个随心所欲的江湖女子，对不对？是啊。下辈子吧，我希望下辈子也能成为像他那样的人。我们继续赶路吧。好。来。你这是要做什么？他对我一起一心，若想让他放下疑虑，只有让他见到燕少，才不会对你怀疑，对吗？燕少，燕少，荣姑娘，燕少说，他诚心恭祝荣姑娘与楚掌门连理同心，举案齐眉。如果刚才那个是燕少，那楚天瑶，你一直在这屋里吗？不然呢？就没出去过？去哪儿？我刚才看见燕少了。这夜深人静，独自一人，还戴着面具吗？习惯如此了。那我突然闯进来，你还能如此平静？那我该如何不平静？把你丢出去吗？我管你说什么，今天我就是要见你真容。看你还往哪儿躲！你要抖头发了！我头发。疼！哎，你压我头发了！哎，燕少，荣姑娘，你与掌门他……没事儿，你们掌门好着呢。放心吧，他那张脸，我现在没兴趣看。谁都不准进来。什么都可以伪装，但是一个人对另一个人的感觉可是伪装不了的。燕少啊燕少，你这颗为我扑通扑通跳动的小心脏，这个节奏可骗不了人。楚天瑶，我知道你是谁了。哎呀，他平日里都做些什么？江湖事。有什么喜好呢？不知道，我不喜欢打听别人私事。个性这么古怪神秘，应该没什么朋友吧？谁说的？我就是他朋友。你跟楚掌门才认识几天啊，就成他朋友了？你说的是楚掌门？不然嘞？你以为我说的是谁？小机灵鬼儿，去给姐姐打听一下，这个楚掌门平时喜欢些什么？喜欢吃甜的呢，我就给他做甜食；喜欢喝酒，我就陪他喝烈酒。总之，我现在就是要和我的夫君好好相处。那你不要燕少了，
我跟燕少嘛，早已相忘江湖了。以后不准在我面前提他的名字。我跟他一起，一刀两断，恩断义绝，摧枯拉朽，尽破拆分。他说要与燕少一刀两断，恩断义绝，摧什么拉什么，什么尽什么，摧枯拉朽，破镜拆分。哎，对，就是这两句。我听不懂，所以记不全。好啊，很好。你听见了？我没听见。不过荣姑娘说的应该是气话，气话。还说什么了？荣姑娘还说，她要和楚掌门好好相处。哎，你就是楚天瑶啊？自己吃自己的醋，我看大可不必，是吧？荣叔狂一直钟情于燕少，答应出嫁本就是迫不得已，没想到到了莫邪山，他竟然移情别恋，朝秦暮楚。不是，那楚也是你，秦也是你，那你到底要怎么样？你不懂，看似同一个人，秦与楚，这明明就是两个人啊。那不管怎么说，反正你就是他，他就是你。从前我是他，可现在他不是我。他心中的人是我，不是他。可他现在心中所念的人是他，不是我。哎，我听不懂你在说什么。你如果烦恼的话，你就把实话告诉他。他既然已经打算放下燕少，又何必再让他见到燕少？不是，燕少，你什么时候变得这么拧巴了？钟姑娘还等着我给她回话呢。问楚掌门喜欢什么样的女子？你就说，我喜欢胸藏文墨、能歌善舞的女子。荣姐姐，这是在做什么？没看到吗？习字成功。来，这幅字拿去送给楚掌门。哎，小香啊，璎珞，来，你来的正好，有件事你必须得帮我。什么？在看什么？狂？你觉得如何？很狂，看得出是荣姑娘的字。荣姑娘让我给你带个口信，黄昏时分在风息谷瀑布前相见。她不会是想要向我展示能歌善舞吧？像饭，知道吧？招蝴蝶那种。婉慈姐姐擅长于各种花木之香，我会的是毒虫那类的，不一样的。她能会，你是唐门13小姐，你更厉害，肯定行。加油！
做了什么招来这么多麻烦？我花粉，樱木做的花粉。哪里？衣服上。涂啊！快点涂啊！叶少，你到底为什么救我？因为你是榕树狂。哎，你别动，有缝隙，马蜂会进来的。应该已经飞走了。再等会儿嘛，万一还有呢？谢谢。你没被马蜂蛰到吧？我有面具，没有蛰伤。你呢？我好像也没有。能想到如此的招数，荣姑娘还真是不同寻常。蝴蝶没来多少，马蜂倒是来了一堆。招蜂引蝶，恐怕就是如此吧。长见识了。哎，我这么费尽心思想哄你高兴。你的这份心意，我收到了。对了，我还准备了野餐呢。多怪马蜂。野餐？还餐吗？餐呗。这是什么？这个叫彩虹蛋糕。哦，一种点心。这样看起来像不像我们那日看见的彩虹？我与楚掌门缘分已定，情意相通。我这一颗心啊，肯定是向着楚掌门的。虽然我们还没成婚，但是呢，我心里早已把你当作一生一世相伴相随的夫君了。以后你想让我做什么，我都听你的。我这心里啊，只有你一个人，再无其他。给，尝尝吧。哦，我忘了，你吃不了。行吧，那你就把这一盘都带回去。哎，等一个人的时候呢，慢慢品尝。口口声声的楚掌门，到底把燕少放在哪里？告辞了。老狐狸，气死你！就是要让你看到我跟楚天瑶多么的恩爱甜蜜，让你知道什么叫醋海、双波。你这是？啊，大哥，我出了点意外，还好遇见了楚掌门。什么样的意外需要换上楚掌门的衣服？马蜂。马蜂？你到底是去了何处？又怎么会有马蜂？还遇见了楚掌门？那就是我们俩的事儿了，不足为当。疏狂，那燕少呢？你现在整日去见楚天瑶，对燕少只字不提，是彻底放下燕少了吗？我已经打算彻底放下他了。从今往后呢，我就是天罡的掌门夫人，与燕少再无瓜葛。三心二意，无情无义。去见了个面，衣服都没了。因为马蜂，他现在的心思全在楚天瑶身上。要我说呀，掌门，你就坦白了算了，省得成天自己跟自己吃醋。这玩意儿拿去喂狗。好，喂狗。掌门，林少庄主明日前来拜访。他们来了几日，也该相见了。正好我找他有事商议。
林少庄主青年才俊，名不虚传。天罡掌门久仰大名，难得一见。我身居莫邪，很少见外客，从不以真容示人。前几日是身体不适，没能出来相见，怠慢少庄主与几位朋友了。楚掌门言重了，怠慢我们倒是无妨，只要好好款待书狂便好。无论是荣姑娘还是少庄主，都是莫邪山的贵客。等过几日六大派集结莫邪山，更要热闹一番了。哪里还有六大派呀？君山派已不复存在，六大派如今也只是挂个名头，早已四分五裂。这也是各派聚首商量结盟的意义。尉迟山庄是江湖第一名门，一呼百应，理应统领各派，同心对敌。只是如今尉迟山庄的情形难以服众。联姻之后，有了天罡的支持，尉迟山庄自然能服众。多谢楚掌门诚意相待。我收到父亲的来信，他已在赶往莫邪山的路上。我在莫邪山恭候林庄主。楚掌门，先告辞了。少慈哥哥，少慈哥，见得怎么样？与他商议各派结盟之事。少慈哥哥，这个楚掌门如此神秘，他本人如何？是高大俊朗、玉树临风，还是凶神恶煞、难以直视？人好歹也是天罡之主，没那么不堪。他一直戴着面具，遮住了一整张脸，遮遮掩掩，藏头露尾。这个楚掌门也太不光明磊落了。我说怎么江湖人都没见过楚天瑶？他不会真的长得很丑吧？你瞎说什么呢？你们有没有觉得他的身形很像一个人？谁啊？燕少。啊？不可能吧？不会的。你又如何确认？我在山庄见过燕少。啊？燕少他回来了？也只是匆匆见过一面。哦，对了，他还托人祝我和楚天瑶举案齐眉，连理同心呢。或许燕少有他自己的苦衷吧。荣姑娘，荣姑娘，听说有事找我商量？哦，对，诸位，我约了叶先生商议婚期的事宜，我先失陪了啊。走吧，请。荣姑娘，请问这是？成婚大事得早做准备嘛。我已经把一切流程还有要准备的东西都给你在上面列好了。叶先生可以稍加修改，然后再拿给楚掌门过目。好说好说，我定向掌门禀报。叶先生，婚服啊可是重中之重。姑娘放心，我尽快安排这事。还有就是婚期咱们也得早做准备，我已经算好了，本月16黄道吉日，就定这一日了。本月16就……看着吧，这几日我就把你拿下。荣姑娘的意思是本月16日就想成婚？本月16日啊，那不就是10日之后？是，掌门，您的意思是？就照他的意思准备吧。属下遵命，我这便去办。叶少，我没事。你不甘心呢？你心里总想要一个答案，对不对？什么答案？他对燕少到底有没有放下？虽说燕少与楚天瑶同为一人，可是你希望他心里所爱的人是燕少，而并非楚天瑶。你为他做的，也是希望他能以掌门夫人的身份留在莫邪山。其实你心里希望知道他所爱所想的人是谁，对吗？多年相伴，我们胜似亲人，我再了解你不过了。可是感情的事，
真的容不下第三个人。叶少，若你以楚天瑶的身份迎娶她，对你对她都是一种伤害。哇！等等，过来，这几个颜色哪个好看？姐姐天生丽质，穿什么都美若天仙。哎呦，这小嘴吃了糖变这么甜了。夫君，你觉得呢？玄色与红色更显庄重，也更适合天罡的身份。好，那就听夫君的，就这个颜色吧，来做婚服。是，来，我来替荣姑娘量婚服尺寸。这是何物？一个故人送的，就我而已。看来它很重要，所以随身携带着。来莫言山的路上，一个做棺材的人说让我用它来换一条生路，我差点就换了，还好最后拿了回来。为什么？明知道会失去，却还是心有不甘吧。心有不甘，是对人，还是对物？人生在世，又岂能事事都如意？楚掌门呢？你这一生就没有不甘心的事吗？你既喜欢，那便送你好了，反正我也不需要了。别人的东西我留着何用？还你。那人送我的时候说，这哨子适合传音，若遇到危险，便吹响它。可惜了，竟一次都没吹过。尉迟山庄到莫邪山的路上，荣姑娘屡次遇险，为什么都没有吹响？一来是情况紧急，二来我也害怕。怕什么？狼来了喊多了，便再也没有人来救他了。我怕真正吹响的那一天，他也不来了。你不用担心，我这就处理了他。如何处理？烧了、埋了、剁了，反正得处理了。了结过去，才能重新开始。这都不追出来，老狐狸，真是够狠心。你这是要处理阴谷哨，还是要处理你自己？我有说过这个叫阴谷哨吗？你们这莫邪山怎么还有陷阱机关啊？这是废旧的枯井，不是陷阱。你受伤了吗？我摔下来好像胳膊脱臼了。等着。哎，你别走啊！你走了你就要变官夫了。上来吧。哎，我胳膊这样，我像是能自己爬上去的吗？别动！你干嘛？有人来了。疼！错位虽已修复，但养好还需要一些日子。没事，我这胳膊而已，不影响成婚。都这时候了，还想着成婚的事，
搂紧我。好了。不出意外的话，就要出意外了。他们人呢？约会。约会？约会是什么？我姐姐说的，约会就是相爱的男女单独见面，说一些心里话。哦，这些又是什么？他们在商量婚宴中有哪些点心招待宾客。哎，这个好吃，你试试。不，尝尝。不错。这不是你故意设计的吧？这井是我挖的吗？绳子是我拉断的吗？这么明显的意外，怎么可能是我设计的？就算是我设计的，我图什么？比如趁我不备揭下面具。你的脸，我现在没兴趣看。你不是不想见，而是你已经知道了我是谁，才会如此迫切地准备大婚。我是不会跟楚天瑶成婚的。为何？无情，无爱，如何共度一生？我荣淑狂，绝不会嫁给我不爱的男人。那你做这一切又是为何？我定下大婚之日只是一个期限，在期限之前，我要让你对我坦诚相见，据实相告。还记得真心话的游戏吗？若我听不到真心话，大婚之日，我便离开莫叶山。你这是怎么了？只有燕少知道阴谷少，也只有燕少听到阴谷少会来救我。我以楚天瑶的身份见你，是不得已而为之，不是在骗你，你信吗？我信。你知道吗？其实，在你以燕少的身份见上官彤的那天晚上，我就已经知道了。你如何知道？感觉啊，两个人靠得最近的那一刻的感觉，无论你怎么伪装和掩饰，但一个人因为另一个人而心跳加快的速度是骗不了人的。以往我那其实竟吃了楚天瑶的醋。你一向如此，之前是吃林少慈的醋，现在更离谱，连自己的醋都吃。一个人在乎另一个人到极致，自然心中是容不下旁人的，哪怕是另一个自己。那你现在承认对我的情谊了？我承认。即便我
不是真正跟你青梅竹马的那个人。我从前一直要寻找榕树光，是因为我有一个承诺，要保护她一生一世。而我心中所想所念的人，是我在大漠宿魂台救下的那个女子。我也是，我这一生从未对一个男子如此的心心念念，满心满眼都是你。我们再也不要分开了，好不好？好。只是你到底是谁，又从何而来？这个问题等上去我再告诉你。那我们要说的话可是还有很多很多。3天3夜都说不完。花瓣凋谢了光影，飘落无迹无踪影，思念卷进云层里，消失无踪影，如我如你。时光最后鸟飞离，枫叶静听着细语，滚滚深情只要你记，相拥梦里，一别往昔。请让我再看你一眼，日有款款深情，如影真心。若即若离，雨下悲喜交集。姐姐，掌门，你们，我是爱的你，请让我我们先想想办法，一会儿来救你们啊！你们先聊会儿。救命啊！等会儿。救命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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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喊会儿吧。你答应我一件事好不好？好。我都还没说什么事儿呢，你就答应我？任何事只要你说，都是好。那你答应我，从今以后，无论任何事，我们都不能再对对方隐瞒或者欺骗，好不好？好。凤鸣，找根结实的绳子。好，等着。走。我们还有这么多话，去你房间还是我房间？你听你的。你那有酒吗？你要什么都有。哎，一会儿咱俩接着吃。我感觉上次那个好吃。是吗？他们不会关上门还要再打一架吧？不会，他们呀，应该就是聊聊天。我的点心还在屋子里没拿呢。那咱俩这次就不吃点心，我带你去吃烧鸽子。走。有件事我必须先对你说。什么事？我中了一种毒，叫红莲之心，随时可能发作，且没有解药。怎么会中毒呢？
你什么时候中的毒？原本是你中的毒，别带你去仙人圈见赫连前辈，他教了我一套罕见的引夺法子。从大漠开始，我便一直为你引夺到我身上。这次重回无情楼，也是为了那套解药，可惜只够救一个人。先吃了再说。所以那颗药便是唯一的解药。我也太笨了，从大漠到玉池山庄，再到这莫邪山，你一路跟着我，救了我那么多次，我为什么就是一点都没有感觉到呢？而且那个时候，你已经知道我不是真正的荣曙光了，你为什么还要把唯一的解药给我？因为我想让你活下去。我到底为什么会中毒？是刘安，他在你的饮食之中少量下毒，日积月累便会发作。是有人指使的他？我怀疑是林婉辞，刘安一直受他控制，多半是林婉辞授意。可是林婉辞他为何要加害于我呢？我想是因为嫉妒，嫉妒你得到父兄的关爱和信任，也有可能是另有图谋。他的心思太过阴沉狠辣，不能与寻常女子来揣度。那这个真的就无解了吗？在无情楼，赫连前辈教了我一些残缺不全的调息心法，调息之后可以延缓毒发。所以你一定要以楚天瑶的身份屈我，才能让他们心存忌惮。即便你以后我作为天罡的掌门夫人，也能受天罡的护佑，衣食无忧。你冰雪聪明，这些事始终瞒不过你。我们既已确定心意，就定要相伴相随，一生有缘。我不相信有什么毒是注定无解的。既然有过一颗解药，就一定能再找到解毒的法子。即便最后找不到，我也不希望我们要过的是一段悲悲戚戚、愁云惨淡的时光。我也是如此打算，两个人扛，总比一个人扛要好。那现在来说说你，你到底是谁？又来自何处？为何会成为榕树狂的？哎呀，我早就跟你说过了，你都没认真听。哦，那你再说一遍。但是可能有点离奇，你也未必能听懂。哦，像是公转、自转，到底怎么转啊？这样转，这样。我呢，来自一个很遥远的地方，那里跟这里大不相同，因为一场意外，让我从那个世界到了这里。当我睁开眼睛的时候，就已经在淡漠锁魂台了。你刚才说出事的时候，你拿了一块白玉，和我剑上的一样。没错，就是那块。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可能就是那块白玉，把我从那个时空带到了这里，还让我有了一些榕树狂的记忆，和偶尔能使出来的武功。古书有载，
于少儿自由于六合之内，或许就是说的你这种情形。哈？就像你说的公转自转一样，我说的，你也未必能听懂。不过龙月村的事儿，义父倒是跟我提过一些，我也有一些零碎的记忆。方家持秘密宝藏，遭人追杀，隐世而居，生活在龙月村。龙月村在深谷之中，很少有人知道。方家和护卫们生活在那里，他们认为那是世外桃源，可以安稳过一生。龙月村的孩子也根本不知道自己父母的身份来历。突然生变，所有人都处在慌乱之中。只有师父像是知道这一天会来，早就做好了安排。一开始我们藏得很好，直到鬼谷盟扩大了搜索，我把你藏在隐蔽处，去引开他们。等我回来，你已不见踪影。我找你找到筋疲力尽而晕倒，后来遇到了楚魔雄，也就是莫邪山的主人。我被楚大侠带回了莫邪山。以后这里就是你的家。我跟着义父一边习武一边打探你的消息，直到我得知你被尉迟山庄带走，改名唤醒，成了榕树狂。这神啊！他说了让你们放开他，没听见吗？哪儿来的多管闲事的？彩云道，你是尉迟山庄的榕树狂？就凭你们几个，还不配用彩云刀。管他这么多，给我打他！花我买了，你回去吧。谢谢姑娘。你怎么来了？听说你处理了西边路上的劫匪，父亲说要好好犒赏你。好，那回山庄吧。哦，对了，刚买的。所以，你找到了他，却没有相认。那时的榕树狂，我看得出他对少庄主的爱慕。所以你选择了转身离开。后来，当你得知沈醉天掳走了榕树狂，我在大魔锁魂台救下的那个已不是榕树狂。也许，我来到这里，就注定要遇见你。啊，蓉姐姐不在吗？她不会一夜未归吧？她是不是出什么事了？她昨日与掌门商量大婚的事，后来不欢而散。怎么了？少司哥哥，蓉姐姐昨天去见楚天瑶了，好像整晚都没有回来。去找楚天瑶。少庄主，您这一早上急匆匆的，有什么事吗？楚掌门在吗？掌门现在正在休息。舍妹昨日彻夜未归，安危令人担忧。我们是想来问楚掌门有没有见过他。哦，那等掌门醒后，我会将这件事情转达给他。起来，起来。
有人在山庄之中寻找。荣姑娘在莫邪山庄很安全，少庄主您放心，不会有事的。面具呢？哎呀，我先走。跳床这种事情还是男人来吧。等一下，这不是你房间吗？你跳什么床？不，我来。不对，你我二人既是夫妻，为什么不能共处一室？为何要躲？哦，对哦，你现在是楚天瑶了，我还以为你是燕少呢。见不到楚掌门，我们是不会走的。大哥，你一直在这儿？蓉姐姐，你我都说了吧，是吧？荣姑娘在莫邪山庄很安全。我昨天跟楚掌门闹了点误会，所以特地赶来解释。我们喝酒聊天，相谈甚欢，之后不胜酒力就不省人事，昏睡过去了。但我们什么都没有做，是你们别瞎想。相谈甚欢，不省人事。昨天聊了夜太困，我回去睡觉了。走，快走了，大哥，走。你干嘛呢？没事儿，走。哎呀，春水春池满，春时春草生啊！春什么春？我是说今年莫邪山的春天来得特别早。这要不要踏青去？不去，困了睡觉。哦。你不要一直笑，你这样笑好奇怪。疏狂，你什么时候与楚天瑶如此交好了？之前也没有很差吧？可是你刚才还说你们之间有误会，所以是误会吗？这不是误会解除了？好了，我去睡觉了啊！看来他是彻底放下燕少了。也不知道燕少现在身在何处，知不知道蓉姐姐的心思？我觉得燕少也好，楚掌门也好，只要是蓉姐姐喜欢的，都好。